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玻璃。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9七巧克力吗？小朋友们也许会因为糖果而争抢，然而有这么2个成年男人也会为了糖果争吵甚至打架，最后还惊动了市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尽管我们不止一次的聊过比利时布鲁塞尔4大美食，其实在比利时根特市还有一款被誉为比利时专利美食的紫色锥形糖果，由于外形的原因，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红鼻子。有人说红鼻子是由一位布鲁日牧师于19世纪发明的，所以也会被叫做牧师的帽子，但更多人则认为红鼻子是一位药剂师的偶然发明。据说在1873年，根特市一位名为德维克的药剂师丢弃了一批药用糖浆，几天后他发现糖浆表面硬化形成了外壳，而里面仍然是液态的。由此灵感爆发，他开了一家糖果店，从此红鼻子诞生，并在根特市一举成名，如今更承载了许多老一辈比利时人的童年记忆。红鼻子看起来造型简单，但其生产过程却需要相当的专心和耐心，一般都要4-5天的时间。每一批天然淀粉制造的模具都是一次性的，糖浆是由天然阿拉伯树胶、天然明胶、有机糖、有机香料和天然色素混合制成，然后被加注到模具中，在经过干燥和清洁的过程，红鼻子正式成型，并在2天后会进入市场销售。由于是糖浆制作，所以保质期非常短，一旦超过3周，外壳会变硬，芯儿里也会结晶，所以人们买到的都是最新鲜的红鼻子。同时，这也是比利时很少出口红鼻子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红鼻子配方都是一个秘密，其3大制造商之一的 G 家族创始人在20世纪50年代从药剂师德维克的孙子那里学到了红鼻子的配方食谱，并进一步展开了各类创新。如今根特市场上的红鼻子增加了很多口味，并已卖到世界各地，如迪拜甚至百慕大，其中苹果味在日本最受欢迎，而针对美国则开发了可乐版本。在根特，传统的红鼻子都是堆放在木质货车上，在街边销售的，正因如此，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红鼻子糖果的无休止的战争。几年前，在根特市中心历史悠久的菜市场里，卡尔最早从橱窗售卖，而桑尼则在卡尔窗边摆了一个摊儿，卡尔随后挨着桑尼也摆了一个摊儿以进行报复。后来人们就经常会听到他们之间相互诋毁攻击的话语。终于有一天，矛盾升级了，当桑尼试图去引诱卡尔的德国客户时，卡尔说了桑尼，桑尼用头撞击卡尔，卡尔又以勾拳回击桑尼，最终警察制止了他们，市场亲自宣布他们各自停业整顿2周。然而6个月后，糖果战进一步升级为雪球战，随后桑尼因诋毁卡尔的红鼻子是化学品制成，而被法院判决每恶意攻击卡尔1次罚款1000欧元。后来桑尼又因为欺骗客户而逐渐衰落。毫无疑问，卡尔是红鼻子战争的最后赢家。后来还接了一个大活，与根特市议会合作，为足球队获联赛冠军而庆功，这一下子就卖出了几十万只红鼻子。桑尼虽然退居幕后，但其继任者本扎扎却继续着这场糖果战争。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向卡尔的身上泼了一桶脏水。与此同时，桑尼和卡尔的粉丝也都在为他们各自摇旗呐喊。这一场持续了6年多的空前绝后的红鼻子糖果战争，至今似乎仍还在继续着。不过游客们倒觉得无关紧要，只是看看热闹。外表干燥冷漠，内心甜蜜柔美的红鼻子是无辜的。对于每一位游客来说，红鼻子仍然是比利时最甜美的纪念品。怎么样，你记住这个可爱的小鼻子了吗？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